也就是说，你明知道我这一拳下去会把那个人打晕，那个人会脑震荡，你明明知道你还打，那因为是规则在保护你，所以你还打。可是呢，违反人的心，你的心就变了。其实不用的，因为这种距离感速度感我们生活里面全都有，生活里都有。你在路上一个摩托车从你那边骑过来，你难道没有速度感吗？它离你多远了，你可以让开，多远你不用让开，这种距离感谁都有啊，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生活里面就有训练距离感跟速度感了，只是我们没有去注意它，我们没有去注意它，而你不是非要在打斗当中那种的距离跟速度它是固定的。你在走路的时候有没有经验？走路的时候常常你就突然那个腿啊就啪让一下，有没有？为什么？你有感觉到那边有一个东西挡到你的脚步吗？这种距离感跟你闪躲的速度感，它从哪来的？就你自身慢慢培养出来的嘛，是不是？所以它不是一个要特别训练的东西。那平常两个人在一起，我伸手能够摸到你肩膀，这个距离感，你要去训练吗？你要平常我要拍一个人肩膀，我说我去训练一下，这边拍不到，这边拍太多了，我要训练一下哪个距离？不用嘛，这是一种自然嘛。听不懂？不要把一个自然的东西变成一个你要训练才能得到的，那个东西就已经死了。那东西变成一个制式化的反应了，晓得吗？不用。以前我们我在师傅家，我们那个师傅文昌街的家，你们都没去过，滨泉有去过吗？没有。它就是个很小的走道啊，大概就是这样子，比这个还窄一点嘛。我学枪就在这边练，它旁边摆的是卖五金的柜子，他坐在旁边，这边是他的一个床，你就在这边练枪，不能碰到日光灯，不能碰到柜子，不能碰到桌椅，你周围的东西都不可以碰到。那你说我练枪，我要看一下吗？看一下我才能动吗？不是嘛？你一了解以后，身体的感知就出来了。所以你的枪往后一捅，你就知道我这个枪捅到什么地方了。再多一点就碰到桌子了。所以这种体感，其实你们自己在家里面也会有，是吧？你如果是住100平的房子，你不容易培养出这样的体感啊。你的客厅只有比方讲5平，里面摆的都是东西，你平常走路都要绕来绕去的走。那你走了几天，你还需要去看吗？是不是？所以人生活里面就能够培养出这些东西的。所以我这个手一伸，能够伸到它什么地方去？你不用去量，也不用去测试，因为什么？因为大家都在动，那种感觉是瞬间的嘛。我往这边我说可以碰它，那它一动呢？我马上就知道嘛，马上就跟着变了。这种都是自然产生的，听不懂？好，所以你们去想想，你们生活当中很多你去细想起来是很奇妙的。你为什么可以这样做？我们看作很平常的，其实都是身体很精妙的控制嘛。那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控制呢？你有没有特别去练呢？没有啊。
你去抱你孩子，你孩子冲过来，你去抱他，你难道会这样抱吗？不会嘛，你自然的会轻轻一下顺着他的势就起来了嘛，这天然的嘛，做妈妈的做爸爸的都会这样子啊。那你去抱孩子在怀里面，你会这样吗？你说也不能太紧啊，闷死他，也不能太松，他掉下去了。那你要常练习吗？你抱孩子之前，你先买一个洋娃娃来试吗？不用嘛，这样不懂啊？所以人的本能的东西，我们就要回复它的本能性，而不要把本能的东西变成一个训练的东西，训练出来的东西。那个时候本能就变了。那个时候你那个反应就不是出于本能了，晓得吗？是出于条件，出于某种条件限制下的反应所以你们平常在生活里面常常去注意这些一些东西，轻重的拿捏啊什么，练全了以后，你们现在比较没有那样子的练了。如果练一阵子抓力，练一阵子抓力以后，你去抓一个玻璃杯，或者去拿一个东西，你常常会抓不清楚它的轻重，有体会吧？很多人常常练那个，尤其练摔跤或练什么，他练那个抓那个沙包啊什么，练久了以后，以前那个玻璃杯一拿就破了，然后怕破再轻轻一拿掉了。因为你掌握不住了，太过了，晓得吗？你那个练得太过了，你的本能已经失掉了。那我们平常拿一个玻璃杯，拿一个东西，我们是没有这种错误的，不容易发生这样的错误可是你锻炼了以后，你会有。我以前有一段时间也会拿一个东西，我怕把它拿破了，常常就拿得比较轻，拿到途中就掉了因为你那个时候那个阶段，你掌握不住那个力量的最恰当的力量。可是没有练的人，他不会有，是不是？他不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有时候练一练拿笔会太僵硬，对，会握住太厉害。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把本能刻意训练成一种特殊性，它就不属于本能了。听不懂？那这个对某些时候来讲，你是必须的。比方讲，你要拉弓啊，你拉弓，你一定要有那个指力或者臂力嘛，是不是？你就去练嘛，练出来那个力量了。这个力量是特殊的力量，是特殊。比方拉多少磅的弓，你是特殊练出来这个力量，这个力量是在这个条件下面是好的。可是你用到别的地方去，你跟女朋友出门，你一抱啊，太用力了，把它勒死了，是不是？这个时候就过了所以很多东西，你捅枪，你去捅个100、200、300，是不是？你这个力量练出来过了。在以前的枪兵来讲是必须的，生活里面他不需要，他过了，晓得吗？脱离我们的自然本能了。可是我们练这个拳是要恢复到原来的自然本能，我要善用，我只要学会善用我的自然本能就好了。你不能练任何东西练到影响你的正常生活，这个东西就错了。
除非你是被以前你是被特别养着的，你是被特别养着来做一件特别的事，那种情况下他才会练出这个。一般的人你练完你要回去生活，你练的东西影响到你的生活了，错误。把手练到硬的都发黑了，硬到那个手啊，没有办法合起来了，这就错了。听不懂？所以你刚才问的那个问题，刚才问的那个问题，在我们本能里面来讲，它不是个问题。听不懂？就是我们现在把打斗当成一个什么？当成一个特殊的技术了。所以你练的东西都是去符合那个特殊的技术，而这个特殊的技术是在现在的一种比赛的环境下面需要的。所以我说不要去练那个，因为不要去参加那个，什么原因？因为最重要的是你练的心会变了，你的心会变了。也就是说，你明知道我这一拳下去会把那个人打晕，那个人会脑震荡，你明明知道你还打，那因为是规则在保护你，所以你还打。可是呢，违反人的心，你的心就变了。听不懂？我们练武术最怕这个。最怕这个你是被训练成杀手的话，当然需要这个。现在没有现在我们要在社会里面当一个正常的人，尤其这个社会里面，我们的心不要变成那样的心。我们看到别人痛，我也觉得痛有这样的心才对，不要看到别人已经流满头血了，你还打，规则下面不能怎么样拿你怎么样，可是你已经从这种人变成另外一种人了，晓得吗？所以我也不主张他们练刀的去练砍那个什么竹席什么，那个都不好的。因为你那个追求的东西，让你继续去做的是那种砍断的那个快感，你追求的是那个，你不是在试验刀。你说我是刀匠，我做出来一个刀，拿那个做试验，这个是对的，这是可以的。可是你拿那个当做一种操练习，而且上瘾了，这个东西太好砍了，我换一个更难的。草席不够了，我换成塑胶瓶，完了我换成真正的猪腿换成越来越像人的东西了，这就心变了。因为让你感觉到快感的那个东西变了所以我们练武术要非常注意这个。当然在社会上也是一样了你去选一个行业，不仅仅是选择一个收入或者一个工作环境，选择一个行业更重要的是这个行业会把你变成什么样的人。很重要的是这个那懂吗？所以我一直在教学里面，我不把人往那个方向带，我都是很反对的你说我不会，你看我们打完以后，到这不管输赢，大家相互拥抱，那个是规矩，那是那个里面的规矩。可你的心性已经养成那个心性了，当没有规矩的时候，或者你在失控的那一瞬间的时候，你在要使用你的暴力的那一瞬间的时候，规矩没有了，你就是残忍。
晓得吗？当规矩没有了，就变成残忍了，就变成乱了。所以为什么很多西方人他喜欢到一些东南亚国家或什么？因为他们原来的那种规矩在那个地方没有了，他可以骑着机车乱窜，他可以随便，是不是？很多在他的国家有规矩的，一出国那些规矩破，他变得变本加厉，就是这个东西，就那个东西埋在他心里面很久了，所以我们不要成为那样的人。